位还行啊，档位还行。反正已经到了比它最早的金吉拉时代来说，这个档位已经到了我觉得算是可用的程度了。这个减震在压缩的时候还是会感觉有一个咯噔感，咯噔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不是没有声音，就是咯噔的那个感觉，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个小台阶，好像段落感的这种感觉。那发动机现在已经，我感觉热量已经算是比较大了啊，已经有一定的热量出来了。整体还是这个样子吧，刹车就还是凑合够用的状态，肯定不算好。然后这个换挡的感受呢，还行，起码达到了合格的程度。震动控制呢，我觉得就属于是还凑合的状态，不算特别好。操控呢，则是比450好了很多，但是还是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宽的一个轮胎呀，那也是为了外形去考虑嘛，所以导致它的操控还是有一点点的偏钝啊，起码它这个车现在的状态已经到了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外形和运行质感到了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水平，就是我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外形，或者说相当有风格的外形之后，那么我是可以对你的这个尤其是对巡航车来说，我是可以对你的运行品质啊，或者说骑行质感上稍微要求放低一些的。仪表我觉得算是清晰可辨啊，仪表做的不错，整个三星坐在上面骑起来也没有哪个地方是特别突兀的，还可以。如果能把这个焊接的这些地方做的再更细致一点，可能会更漂亮，这个发动机如果你就是骑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在低转速的时候要有适当的补油，要不然可能还会有离合松太快，可能会有熄火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右边这次腿还是会轻微的碰到这个空滤盒子，但是这个空滤盒子终于不再放电了，就它没有那样的一个电疗的感觉。整体感觉下来，以奔达这个品牌来说，这台车的完成度做的还行啊，还不错。它的这个外观是我相当喜欢的一个外观，我觉得这台车就已经到了，如果你特别喜欢这个外观的话，可以选择这样一个状态了，可以一买的状态了。对它这种操控都完全不差啊，以它这个后轮水平来说完全不差。当然也跟它这个现在重心比较靠前啊，它重心比较靠前以后前刹会变好，然后这个操控也会有一定的有一点点的长进啊。我们骑到这里再来看一下这台车的一些东西啊。好，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它的那个啥吧，发动机吧，来听一下它的排气声。不知道大家听感怎么样？实际在现场的听感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蛮不错的听感，比较闷的这么一个声音。它的油门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敏感啊，拧起来，就是你很容易就出现可能这样的声音，它就没那么好听了。好吧，我们熄一下火啊，熄一下火。那大家现在也能听到它的散热风扇已经起来了。那这个发动机诚实来说，它的热量我觉得不算小啊，算比较大的。那这个车上，我觉得其实奔达有了很多的进步。你比如说在理线上啊，奔达不再像它之前那么狂野了。现在相对来说比较注意的去把这个线束去做了一些卡扣啊一些这样的状态，你包括一些这种什么手把的加工件做的也算是比较好了啊，也算是比较好了。就现在骑起来或者说整个车看起来已经有一种比较紧致的，相对比较紧致的那种感觉了，不再像之前啊，就是我们对它要求要非常低那种松松垮垮的状态。那整个车的漆水看起来也很不错啊，这个外观我们可以多介绍一下，这个金边上做了一个拉丝的这种质感
啊，然后做到了精油里，它是有拉丝的质感的啊，兄弟们。如果离近一点的话，大家可能就能看到就铜片拉丝的那种质感。然后这个油箱的汽水，我觉得做的也还行，也还行啊。你包括这个位置露出来，它露出来以后就看到这儿的汽水很亮啊，很亮。加上还是我说的这个什么绵粉啊，遮了很多的，其实不能说遮丑吧，就是让整个车的统一感提升了很多啊。就基本这个车设计到这个状态，基本也没有什么可讲啊。我觉得外形上就基本全是好啊，反正在我这里的评价，我觉得基本上算是好。那你说这些外形用起来怎么样呢？那肯定会有一些局限呀。你比如说这个地方的甩泥啊，包括前挡泥瓦的甩泥，可能问题就会比较多。那这就是一个选择问题。那我是选择去要这样一个相对比较纯粹的这样波波一个姿态，还是我说我想要一个那样的实用性？我是不建议这台车大家买了以后去改什么后挡泥瓦，去改什么加高手把，或者说改什么舒适性的这些配置，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台车买来就是玩一个姿态啊，我觉得这个车的姿态，就说实话，这个车的姿态，它这个车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完成度，已经到了我真的可以接受它相对比较弱的这么一个发动机感受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啊，它还有这样一个目前看起来比较粗壮的这么一个微缸，你包括这个传动的这个皮带后边一个巨大的这种皮带轮，它现在已经把这种 Bobber 的风格拿捏的相当好了啊，拿捏的相当好了。它这种 Bobber 既不是传统的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美式的 Bobber， 它也不是像英式1200那种。我说实话是有一点点精致，有一点小家子气那种波波。它这个我觉得，你说它的波波的这个状态，我觉得算是很纯粹的。你就算是原教旨主义来说，它也算是比较纯粹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就是介于那两者之间，那我们就把它叫做这个奔驰波波吧。这不是一个贬义词，这一定是一个褒义词啊，一定是一个褒义词。哎呦，这个位置，我以为这儿也做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的，整体看起来还不错，这些位置的设计啊，都有它不错的感觉，你包括它骑行质感上的这些，你不能说差，已经算是还可以的，只不过跟 CLC 啊或者说 CU 啊还是没有那么好啊。但是说他们都不是微缸嘛，那这样有一个微缸，如果在比较早玩车的时候，就如果说金吉拉300的时代出现这样一台车，那我觉得就太牛逼了。那当时我那些买什么龙家的那些兄弟，可能就完全不考虑那些车，直接来购买这台车了。就这台车，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玩姿态的姿态党，这台车的吸引力，我觉得是相当大的。好吧，兄弟们，其实我对这台车的评价，我觉得还算是比较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好吧，那我们还是来整体的捋一下吧。那这台车的刹车呢普普通通，震动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大，然后这个过弯的倾角我们就不聊了嘛。然后它在过弯的时候这种操控有一点点钝，但是比之前我觉得还是要进步了不少。夕阳好漂亮，兄弟们，还有鸟，看到吗？还有鸟，还是要好了不少啊。反正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吧。还是希望奔达能再接再厉啊！我个人对奔达没有意见，我个人甚至非常欣赏奔达，比大家都要欣赏奔达，比大家都要喜欢奔达，因为我也是奔达的老用户。但是你车辆这种相对比较弱的骑行质感，还是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啊，就是在。就大家都希望你好，但是又必须要诚实说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困扰，还是希望奔达能够再接再厉吧。啊，目前拿破仑我觉得还行，还不错。好吧，兄弟们，那就这样子啊，拜拜。大家能看到这个车骑起来的话，上身的姿态其实是相对比较前倾的。你戴我头盔装饰一下吧。那算了，不戴。整个上身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前倾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它现在这样一个后轮，我觉得也达到了一个不突兀，而且又比较有骑行状态的这样一个感觉。真的不要再用你经历过辽700那种，我觉得算是比较抽象的设计以后，它终于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外观上的平衡啊。这个外观我真的挺满意的，它这个排气的这种比较亮的这种设计啊，做的也还不错。反正我自己骑起来，从反光镜里觉得自己挺帅的。就是还心情还让人挺好的，说实话，谁都愿意骑一些比较帅的车吧。好吧，给大家看这样的状态啊，减震也是比较软的，比较偏舒适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是吧？对，人家骑的都是。